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广州疫情反弹，大规模的检测和封闭措施；第二个是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新政策有啥机会？因为这2天呢，就国内刷屏关于深圳前海跟这个珠海的横琴刷屏，那我们来讲讲政策，讲讲财经吧先讲疫情那么广州在出现这个疫情反弹9月4号和9月5号先后出现2名患者疫情的这个感染者。这次疫情的源头是一间这个隔离酒店隔离酒店就是从境外回来，现在酒店隔离他现在有隔离的时间隔离一段时间以后再离开那么这个疫情的源头就是隔离酒店9月4号发现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姓徐，女性，42岁那然后在这个隔离酒店是叫东海大厦他是送餐和保洁就是服务员他在日常的这个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然后送到这个第8人民医院。第8人民医院通常是传染病院核酸检测的结果是 Delta 变异株那么从8月30号开始一直住在隔离酒店，然后他有55名密切接触者，其中1名是家属估计是家里人其他都是隔离酒店的员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9月5号，姓唐发现另外1名无症状感染者，姓唐，女性，47岁，她也是东海大厦的一个员工，她也是个保洁员。那么她在最近4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然后9月4号甄别密切接触者，当天就隔离核酸检测为阴性，然后最后发现是阳性然后也是 Delta 变异株与他密切接触有96个人都集中隔离都是呈现阴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然后这个唐他曾经到过白云区的这个儿童公园、农贸市场，然后超市，然后到过远洋宾馆然后广州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周斌他说这2个案例都是属于境外输入关联型的病例那么2者呢有高度的同源那么怀疑什么呢？怀疑他们保洁员在下午收垃圾的时候，这个意外暴露造成感染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布正式的情况那么一般的这个隔离医院的垃圾呢，是当做医疗废料处理那么隔离场所的所有的垃圾都会装进这个黄色医用垃圾袋、处理袋每天集中回收那么转移到什么呢？转移到叫医疗废弃物暂存点，先放到那个暂存点，再交给这个医疗废物处理的公司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东海大厦封闭，然后大门已经设了围挡，大厦内的人已经全部换上防护服那么就离开应该是去集中隔离。那么9月4号晚，越秀区建设2马路社区进行紧急核酸检测，然后连夜就是排队做核酸，然后9月5号扩大范围，越秀区的建设街、虹桥街、东山街、华乐街和登峰街，然后是珠海区的南石街、瑞宝街、凤阳街、南华西街，然后白云区的云城街、黄石街、大园街、唐景街、永平街那么到9月6号的中午12点，
3个区的14个街道全部完成了这个核酸筛检，总人数是26.2万人，全部都是阴性啊，这么幸运啊，全是阴性啊，26万人啊。然后就是佛山通报说有一人跟这个隔离酒店有密切接触，然后他呢又有4名密切接触者，然后这个叫佛山叫这个密切接触者在狮山镇金钟旅园小区，然后这个小区就封闭7天，所有的居民不得擅自外出，然后小区进行这个核酸检测。基本上现在的套路就是这样，发现一个马上隔离，把这小区隔离起来，然后进行核酸检测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卫健委的主任段宇飞说，他说现在广东省呢，因为毗邻港澳，每天出入境占全国的人数占到90%，那么全省集中隔离的点有300多个，处于隔离期的境外人员有3万人，就是现在在各个隔离区有3万多人，然后有2万多工作人员去维持这个300多个这个隔离点，很挣钱，非常挣钱这个行业啊。然后钟南山也出来讲了啊，他说广州和深圳接纳了全国超过80%，接近90%的入境人员，那么境外输入的疫情可能还会不断的出现。广州会将一些重点的人群集中在酒店隔离，但有些普通的酒店不符合这个隔离的要求。那么现在就开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广东省除了深圳以外的城市，旅客要求集中是14天集中隔离，然后7天居家隔离。深圳是什么？深圳是14天集中隔离，7天社区观察。社区观察就是你可以出去但是要保持社交距离。那么旅客集中隔离期间，第1天、第4天、第7天、第14天进行4次核酸检测啊。然后，如果你不具备居家健康管理条件的旅客，隔离结束之后仍然要停留在这里继续观察。那么绝大部分的旅客，现在绝大部分的旅客都住在这个隔离酒店1人1室，而且夫妻不能同时同时居住，要隔开，每个人一个房间而且隔离的时候禁止串门，也不可以聚餐那么酒店提供食物，然后帮你清理垃圾，但不会派人进房间清洁房间那么，所以为什么之前讲的保洁员可能是收拾垃圾的时候这个传染，原因可能是这个。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是传染的话，那为什么被隔离的人没有传染呢？这个很奇怪理论上来说，这个人被传染了，那你肯定有传染源为什么传染源没有出问题，反而这个打扫卫生的人出问题了？这个很奇怪，或者这个人已经走了这是个问题那么原则上，食物、垃圾都会放在门口交收，然后旅客跟这个酒店人员不会面对面的接触那么这一轮呢，这个破口就是隔离酒店目前呢，为了现在的广州现在在建一个什么呢？建一个25万平方米的国际健康驿站那么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在这个白云区的中洛潭镇，就离市区就有点远了那么房间有5000个房间，这个今年9月份完工那么如果国际健康驿站这个落成之后，就会作为集中隔离入境人员的一个场所，那就会对其他的这些条件没那么好的这个酒店进行这个梳理那么梳理，东莞市现在也在建东莞市现在建的是2000个独立房间
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关于疫苗，疫苗到9月5号，中国接种了21亿剂的疫苗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开始允许讲什么呢？讲这个疫苗接种的后遗症啊，包括死亡案例开始讲，开始一些副作用开始讲。为什么？因为打完了。基本上打完了，这时候就开始讲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就关于这个国产疫苗的副作用、后遗症和其他的一些情况，就陆陆续续在媒体上见到。那么之前就严格禁止是为了防止影响它的普及啊。那么现在普及完了，就让你开始说吧。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深圳前海跟横琴啊。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2天发布了有关这个跟广东有关的2个方案啊，一个是深圳，一个是横琴。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国内在刷屏，那我们也来分析分析啊。那么先说深圳啊。9月6号印发的是叫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务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啊。这个方案其实讲的就是前海啊。那么提出前海合作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现在都喜欢用这些大词儿啊，大词儿。然后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前海合作区，原来是总面积是14.92平方公里，现在直接拉到多少？120.56平方公里啊，把面积拉开啊。那么他提出6点，就是关于前海提出6点，6点功能啊。第一个功能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扯屁啊！这前海跟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没有1毛钱关系。第二，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啊，这也是扯屁。第三，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啊，这也是扯屁啊。为什么？没有新东西啊！对外开放有什么新举措？没有新举措。第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啊，这可以挨着在边啊，至少可以盖房子嘛啊。第五，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啊，这也是扯屁啊，这个只是扩大面积有什么用啊？第六，增强港澳同胞对祖国向心力，这也是扯屁啊，这跟香港同胞向心力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这个目标有2个目标，一个是到2025年，一个到2035年啊，这个目标都很宏大。到2025年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高端要素聚集，辐射作用突出，然后就是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多轮驱动的创新体系成效突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彰显，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了啊，深圳啊，那跟以前的定位不一样啊，以前没粤港澳这里大湾区呢，其实有3个中心城市啊，一个是广州，广州是省会，一个是香港。香港是唯一的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第3个是深圳啊。那么这3个呢摆不平，谁当中心呢？谁都当不了中心。为什么？因为不同，这3样东西不一样。那谁都当不了中心，那就谁都不当中心。因为你说深圳、广州不高兴，你说广州、香港不高兴，那怎么办？都不当中心。哎，他这里讲了，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引擎作用啊，一出现引擎作用，哎，就有点中心的样子啊。然后到了2035年，高水平
对外开放机制更加完善，然后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后面这些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就不念了啊。它有一个部署，有什么措施啊？那么1、2、3、4、5、6、7有7个措施，后面还有一些就很搞笑啊，我就先把稍微靠谱一点的念一下吧啊，你不念你这个政策不念也不行啊。第一个，建立健全、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啊，这是一个气球啊，没有意义。第二，培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金融业态，又需要培养吗？深圳的金融业一直在服务实体经济啊，深圳的后院是哪里？是东莞啊，所以实际上深圳的金融业是在辐射它本地的产业，还有什么？还有东莞啊，如果你现在培养什么，早就已经有了好吗？根本不需要讨论，还是培养什么培养？如果你没有实体经济的话，金融业根本不存在。金融业就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就是服务业的一部分，服务业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金融业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是常识性的错误，这都是。第三，探索研究推进国际船舶登记和配套制度的改革啊，实在是没招了，连这个都要拿出来讲啊。第四，聚焦人工智能啊、健康医疗、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联网、新能源材料、能源新材料等，港澳优势领域，大力发展粤港澳合作的新型研发机制，这都是完全狗屁。前面的这几条行业在深圳现在就有，广州也有，特别像什么人工智能这些都，中国的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2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深圳。什么健康医疗你数都数得过来那几家企业啊？那跟粤港澳有1毛钱关系吗？没有关系啊，这就是本地的产业。他为了拿出来讲，就是为了拿出来讲，所以这是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的宣言而已。第五，建设高端创新人才基地，完善国际人才服务创新基地、孵化器、加速器等全链条配套支持措施啊，这是写文章的是啊。第五，联合粤港澳，这跟粤港澳真没有1毛钱关系。推进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这完全是扯屁。法律规则不会针对产业来，法律规则是有就有，所有的产业都是一样。如果有针对性的话，那叫法律嘛，那不叫法律啊。然后这都是写文章啊，这是秘书写文章。7，打造以海洋高端智能设备、海洋工程设备、海洋电子信息、海洋新能源，这是深圳现在开始在做这个产业的部署。但是老实说呢，没什么生命力。所以这7条，看样子过去还有点像政策，但是这是硬努出来的，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硬挤的乳沟一样啊。然后后面这几个呢就很搞笑，我今天给大家听是拿来搞笑一下。搞笑的，第一，建设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版权创新发展基地是什么鬼？版权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吗？当然不会。版权是集中在哪里？哪里有主体就在哪里，它不会跑到你这里来的呀。它怎么会跑到你这里来？你怎么创新？版权怎么创新基地？这是扯屁吧？然后第二，用好深圳特区的立法权，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区投资者保护条例。这不神经病吗？中国自己本来中国已经有投资者保护的立法，你跑到深圳来立一个什么样的法？更严格的保护吗？这太扯屁了。
第三个，在不危害国家安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在这个 CEPA 的框架内支持前海合作区对港澳扩大服务领域开放，这不太扯屁了。CEPA 如果你在 CEPA 的框架之内，你不需要那么多前提啊，本来就存在的呀，对吧？第四，在前海合作区内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啊，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规则衔接。你衔接给我瞧瞧，怎么衔接？经跟齿衔接一下，根本不是个不同的法系怎么衔接？第五，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啊，这个都扯屁。第六，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啊，OK，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发展出来。支持深圳机场充分利用现有航权，支持深圳机场口岸建设，整车进口口岸，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用吗？啊，我们先讲前海。前海发展起来靠的是什么？前海发展起来靠的不是产业需求，产业需求它是这样，它如果在深圳，你在深圳有这个产业发展，你就发展；你没有这样的产业需求，你就发展不起来。不会因为你有个前海，我就发展起来，绝对不会有。为什么？你给我一些优惠政策，我还得日常吃饭，我没有生意做是没有用的。前海发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地产。房地产持续暴涨，前海这个区域划出来以后，因为它有特殊的配套政策，所以这个区域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变成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呢，然后呢，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往上涨起来，暴涨的时候，企业干什么？企业愿意进来，为什么？你给我一块地，那就是钱呀。我拿着这块地，在这个地上把房子盖起来。那是一大块资产，搞不搞？当然搞，所以大家都愿意来。愿意来的原因不是因为跟产业没有一毛钱关，这个服务业什么？服务业跟这个制造业不一样，制造业大家得活在一起。比如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华为，华为我的厂区这一片，所有的跟它配套的厂子都就在它周围盖，为什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就拉进去了，不用长途运输啊。制造业的配套，它需要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以前我们讲，东莞原来电子行业非常发达，所以以前整个电脑产业在东莞，从这条街的街头一直走到街尾，整个电脑的配件全部都买齐了。这样的话，这就是产业链优势。你这种产业链优势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你可以在工期、在成本上可以迅速的提高你的效率。但是服务业不是这样的，服务业不存在呀。所以你说啊，我们要画一个前海，搞一个服务业的这个区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服务业你就在，比如说我是银行，我就在金融区就好了；我是律师事务所，我就在这个写字楼区就好了。你说我非得把大家伙在一起来，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为什么大家愿意来？愿意来的原因是这块地值钱，前海这块地值钱，大家都往那儿去。所以呢，前海呢，它的管委会的守的这么值钱的块地，那当然它就可以像彩纸一样，按照他想要的产业，我这里要块什么产业，我这里要个什么生物科技呀，什么金融科技啊，我就可以像彩纸一样裁出整个产业园区去。但是服务业这个没有跟制造业完全不一样，所以原因就是诱因是什么？房地产。现在的情况变了，现在什么情况？深圳房地产开始退潮啊，那么深圳甚至住宅市场在持续的下跌。
深圳的写字楼在一线城市4个城市排第一。深圳写字楼甚至可能现在的就不公布了，之前公布是20%几，26要不然20几，那么现在可能都甚至有可能达到40%几。深圳的写字楼，因为这些年这个深圳使劲的干写字楼，写字楼集中供应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前海。好，你看，所以呢，我们再说啊，我们后面再说啊。那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而且深圳的产业基本上都稳定了，一个是什么？高科技，一个是什么？金融业，再配套一些什么呢？配套一些，比如说珠宝业啊，深圳的珠宝业很发达，比如说珠宝业，金融行当加一点进去。其实深圳的产业结构相对简单啊，相对简单。那你现在要搞个前海要搞个服务业的，还要个高端服务业啊，那就是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去抢香港的生意嘛。高端服务业全部都在香港，为什么？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啊，金融中心是什么？金融是什么？金融就是服务业，就是高端服务业。围绕着金融中心还有配套服务，其实这个服务业都是高端服务业。深圳前海想搞高端服务业，其实就是去抢香港的生意。但这10年来你抢到了没有？你能抢的早就抢过来，抢不到的你也抢不到。你比如说，深圳跟香港有什么不一样？2个基本不一样。第一个，外汇你有外汇管制，香港没有，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香港是普通法，你不是，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吧？你没有法律体系，它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就这2样东西你就跨不过去。围绕着这个，当然还有什么法律服务啊、保险啊等等一整套的东西。深圳能抢过来吗？抢不过来，那是香港吃饭的家伙。那你现在再搞这个，搞来搞去，搞什么呢？搞到所以整个你这个方案看下来之后，就是非常儿戏。第一个非常儿戏，很搞笑啊，就是使劲挤出来的乳沟，但是也不深啊。完了以后呢，最唯有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把面积扩大了。原来是14.9啊，不到15平方，现在直接是120平方。现在问题是，前海的房子、前海的写字楼，现在空置率这么高，你再把面积再拉大，现在房子更死得更难看。这就是深圳前海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深圳这个政策大体上是这个，画了一个饼，这个饼啥都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我们讲讲这个横琴，9月5号星期天发的，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啊，然后就要推动什么横琴和澳门的一体化发展啊。那么澳门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小的镇，人口大概30多万，现在增加了，现在增加到多少我不记得了啊，大概原来就人口30多万，现在大概最多也就是50-60万。博彩业，澳门就是唯一的产业就是博彩业，博彩业占90%以上。那么去年疫情腰斩，GDP 跌了56%，去年。那么现在呢，就新的这个政策呢，就把这个横琴岛有一个实施范围，横琴岛不是全部划过去啊，是1线、2线中间有多少面积多少，就是实际上深度合作区有多少，是106平方公里啊。那么就是澳门的面积的3倍多，澳门现在面积是32.9。啊，不到33，那么你直接这个合作区，深度合作区，什么叫深度合作区？就是说这个粤澳共管啊，粤澳共管实际上就是租给澳门用。那这个面积呢，就是澳门的3倍啊。
方案呢，就说啊，新的这个深度合作区发展4大产业啊，这更搞笑，这更笑死人。第一个，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啊；第二个叫中医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第四个，现代金融业。现代金融业我们就不说了啊，现代金融业在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嗯，我不说别的，你就请这个柜员，请这个从业人员都不够啊，都不够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现在金融业根本就没有金融业，澳门元根本连自己的货币当局都没有，澳门是挂在挂在港元上啊，它是以港元为发行基础啊，所以它怎么发展现代金融业，这不扯屁嘛啊！然后呢，这个科技研发，我不知道它科技研发什么，然后高端制造业，它就要大力发展什么呢？集成电路啊，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产业。这我不知道它怎么发展，这么高端啊！澳门都是澳门90%以上的从业人员都在农场里工作，要么就是发牌的，要么就是服务员，基本上澳门人都在干这件事情。你需要发展集成电路，你上哪找人去发展集成电路？他还什么中医药发展什么？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呢？发展中医药，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澳门去发展中医药，然后是钻石加工，钻石加工这明明是在深圳啊，他这跑到这儿搞钻石加工，你产业链都不完整。还有会展，会展是要学拉斯维加斯了，拉斯维加斯这边是赌场，这边是会展中心，但问题是它旁边有产业啊，你知道澳门有什么产业？你没有产业，你哪来的会展呢？我就搞不懂啊，它怎么会发展得起来？然后方案还强调这个澳门跨境金融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啊，鼓励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设立多币种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吸引外资，加大对合作区高新科技产业和创新产业的支持力度。谁来干？谁来干？你说说啊？然后这个还说去年11月，发改委提到要探索在珠海横琴建立澳门证券交易所。然后呢，我们就讲个，他其实有个目的啊，他在澳门讨论成立这个证券交易所的目的是什么？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想在澳门搞。但是问题是人民币计价，我们比较2个数据你就知道澳门是多么不靠谱。香港本身是有个人民币的资金池，人民币的资金池在去年年底，人民币资金池有7000亿，在香港市场，人民币有7000亿，所以香港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所以你说，如果你要推出人民币的计价金融产品的话，最适合的地方在哪里？一定是香港，或者是哪里？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另外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但是香港现在已经超过好多年，已经超过新加坡了。澳门有多少哈？澳门人民币的存款只有600亿。600亿跟7000亿差多少？1/10都不到。你怎么搞？你怎么搞人民币计价产品？谁来买？你说谁来买？而且香港的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啊，占多少？占40%。澳门占多少？不到9%。所以这根本就搞不起来。所以这个方案呢，是这个饼画的呢，就根本就没画圆，就完全不靠谱。
那基本上横琴岛本身呢，珠海搞了20-30年，就是要发展这个横琴岛。横琴岛基本上是个，你原来是一张白纸，珠海也没有发展起来。横琴岛搞了好多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就在搞这横琴岛，没搞起来。为什么没搞起来？珠海本身就不够发达。珠海不发达的原因是它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后面靠着香港，香港又有钱又有技术又有人又有产业往深圳转移，澳门啥都没有，珠海靠着个澳门，啥都沾不上光，沾不上光，所以它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原来搞横琴岛就搞不起来，既没有产业，也没有资金，也没有海外联系。香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中介，它把海外的资金，特别当年的日本、美国的资金，香港的商人去帮你招商，拉到香港设一个点，再去国内。这香港挣的钱是挣这个钱，澳门有没有？澳门完全没有。所以呢，澳门回归之后，澳门很听话啊，中国大陆迅速的控制了澳门，实在太小，就是个小镇。迅速控制澳门之后呢，发现澳门只有赌场，啥都没有，那怎么办？领导不喜欢，你全是赌场，咱们领导干部全跑到那儿去赌钱，一赌一抓，一赌一抓，这不行，没办法，那怎么办？好，那你就发展多种经营呗，搞会展，搞点其他的。但是澳门地方又很小啊，这30多平方公里，几个它赌牌一开放，像澳门一回归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把赌牌开放，原来就是何鸿燊他们一家，所以原来普京就是普京一家，所以澳门很挣钱，普京很挣钱。但是香港一回归怎么办？把这个赌权就开放，来都来，结果全世界的赌场都跑到澳门去开赌场，赌场一多，整个的赌业兴旺起来，就发现还是不行，还是只有赌业，那怎么办？搞点其他的，地方不够怎么办？一看旁边有个横琴搞不起来，没搞起来，那怎么办？那先让澳门大学在那儿干一下呗，就先让澳门大学去干，哎，干还可以，试一下还不错，那就把大部分，现在还不是全部，大部分的横琴全部划过来叫共管，共管其实就是给澳门用，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其他产业。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澳门本身实力有限，它就这几家赌场，啥都没有。你要发展什么高科技，发展什么科研，那其实还得从珠海去。但是问题是，珠海也没什么靠谱的产业，所以实际上呢，这就是广东话叫煲某埋粥，就是我要煮粥，一锅水上去，米下不去，你光煮水有什么用？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横琴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就是搞。其实横琴原来搞来搞去，搞这个，大家还是指着它干嘛？盖房子，炒房地产，其实就是指着它搞房地产。那么中间有个擦边球啊，那么澳门能去澳门，然后房子盖的房子就卖掉，很快卖掉，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这股热潮一过去，你就看一下海南就差不多情况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半年时间啊，什么海南丰岛，然后各种自贸区，然后各种合作区，各种政策都出来，出了很多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这2年就开始又火起来。其实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政策经济。政策经济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当时不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干事情，允许你干这件事情，
但是呢，我先在这个地方先试试，不能在全国一下子全国都弄，我怕乱。共产党呢就生怕他的权力一放出去收不回来，就这里让你干一点，那里让你干一点别的。总之呢，我不能够让你干所有的事情，我就一点一点给大家干。中共呢，改革开放其实讲到底就是放权，所谓的放权就是允许你去挣钱。那你想一下，政策的含金量在哪里呢？政策的含金量就是允许深圳干这件事情，其他城市都不能干，全国其他地方都不能干，只有你这个地方能干，那你不就挣钱吗？所以政策是有含金量的。那明天这个浦东让你干件这个事情，其他地方不能干啊，就这两个地方，那含金量又少了一点，但是还是有含金量，因为其他地方还是不能干。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天津可以干，这个广州可能干，其他地方重庆建直辖市也让他干，慢慢的这些政策呢就开始普及化。为什么呢？大家都去北京找关系，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这个政策，让我也干这事，让我也能挣得钱。所以最初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家都要往北京跑，跑什么呢？跑两样东西，跑三样东西吧。第一个跑政策，深圳拿到的政策，我这个广州我也得要，我得找部委，我得有什么特殊1、2、3、4、5大报告，要求给我这个政策。第一跑政策，第二跑什么？跑资金，资金虚缺，没有钱，没有钱那就要跑去人民银行，去发改委，以前叫国家纪委，要求他们找一个名目，你得给我一笔钱，我得做这个项目。第三个就是什么？跑项目，国家重点工程或者国家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往你这一放，哎，你这 GDP 就上去了。你比如说，广州当年去中央拿石化项目，广州石化，这上来投几百个亿，这几百个亿上来那就收税，所以地方政府就很喜欢往北京跑这三样东西。但核心是什么？最值钱的什么？政策，因为政策你一下来，整个地方就马上就会获得很多的机会，钱就会往你这跑，因为其他地方不让干，想干这件事情只能在你这儿。所以政策跟什么有关？跟钱有关，跟项目有关，跟什么？最后地方经济就发展起来。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呢？到2000年附近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基本上国内的这个政策，就是开放的这个政策已经用完了，就是普惠制，原来叫政策优惠，现在就是所谓的政策全部普惠制。普惠制就是所有人都有了，所有人都有了，就等于说所有人都没有了，一样的，大家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所以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件事情所谓的国家政策扶持经济的国家政策已经不存在了。那现在这2年又开始了，为什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现在呢给出来的所谓的政策，全是什么？全是假帽子，就是发帽子，没有实惠的政策，因为政策全部普惠了，所有人都有了，那就给什么呢？给你帽子，自贸区给你戴顶帽子。帽子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没什么实际的好处，因为你还付出代价，所以你还搞半天，搞半天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就是第一个，现在这些政策就是发帽子，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政策更多的是什么？合作性的，就是3、5个城市啊，3、5个省搞一个什么片区，弄一个口号，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东西。要发帽子，要么搞概念，都是空虚的。所以为什么经济不好？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思路不是让你去增长，而是让你形成一个区块，条条块块的样子，看上去好干，仅此而已，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呢，最后一个是什么东西？这2年最喜欢搞的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倒是放大了，
原来产业政策没那么大，原因是什么？政府财力有限。这2年政府财力有财力的时候，就放大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在过去10年越搞越大，而且原来的产业政策只是给点贷款啊，给点那个什么，给点这个银行利息的补贴啊等等这些。现在产业政策不是，现在产业直接投资，直接给钱啊，从母基金上来，直接用母基金啊。那现在这个为什么会大行其道？跟官员个人有关系。这些所谓的产业政策，一大半的钱都到了谁那儿？都到了关系户那儿。这官员喜欢搞产业政策，这产业政策多好，这上来投5个亿，这一个项目投5个亿，那家公司啥都没有进去，反正母基金也不求回报，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过去10年产业政策浪费了大量的政府资金，没有效果，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深圳搞前海，把这个面积画大，这个珠海这边把横琴划过去啊，搞深度合作，都跟产业都没有办法带动经济。为什么？因为其实原来的很多的东西，很多什么园区啊，靠的是什么？都是房地产。前海要是没有房地产，根本起不来，就是靠完全靠的房地产。所以真实的含义就是这样的含义。就这2年你可以看，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跟什么有关系？跟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有关系。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讲到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Tiger 陈，谢谢。观点：这些文件听得像中央找地方要政绩，或者找地方政府伸手要钱，通篇下来没有听出要给深圳拨款的意思，没有钱，给政策，从来给政策不用给钱。情绪听王老师念这些所谓的政策宣传，太业余的人在制定这些政策，相当荒唐，可悲可叹，就是这样。是的，你可以看啊，这些行文都可以看出来，这行文是俩秘书在那儿憋2晚，找一个酒店，关到房间里面，在那儿写文件，编出来啊。观点：澳门还想有什么发展？没了赌场，什么都不是。闭关锁国之下，博彩业想再起来几乎不可能，非常正确。澳门其实靠的是什么？澳门真的是靠中国大陆。就是如果不让这个大陆的游客去澳门，澳门就死定了，没有别的，澳门就是这一条路。他想搞什么会展业，这都瞎扯屁啊！情况，澳门有金融管理局，总部在松山上，不过管的是赌场税收。OK，这个金融管，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货币局制度。货币局制度讲的是什么？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是货币局制度。香港虽然澳门有个金融管理局，但它不是货币局制度，它也不是中央银行。澳门元是挂在这个港元上。情况打卡香港，之前我有好多朋友在大湾区炒楼，现在钱都不知道怎么通过正常渠道汇回香港。请问王老师，外资投入大湾区，钱投入后，资金出入的自由不解决的话，是否什么都白讲？也不是啊，就是说，其实你中国外汇管理局有非常清晰的外商投资资金进出的规定，你去查那个是有的。但是你去炒楼，我就不知道。炒楼你钱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你要查一下啊，都是有规定的啊，都是有规定的啊。但是你去炒什么大湾区炒楼啊，那你肯定是被中共忽悠了。什么叫大湾区炒楼？就是炒广州、深圳楼嘛？你还去炒别的楼？我记得就当初中山涨了一大波，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梅泰根，大湾区找了梅泰根啊。情况坐标佛山、中山，地方出政策要搞高端制造业，这里的升级方式主要是强制要求平房、铁皮房工厂迁走，拆了改建高楼，高楼层的产业园，迁走的工厂选新址只能选高层楼房，不然还会被赶走。然后继人工、材料成本上涨之后，厂租还要涨，真的顶不住啊！这是疯了，这是疯了。观点：土八路，雄安画圈圈失败，又在横琴画圈圈。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OK，观点：价格双轨制催生倒爷和地条子计划经济、命运经济、政策股市，就是不做市场经济，美其名曰摸着石头不喝。习近平的政策就像阅兵的方块阵。观点：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注定它不是真的市场经济。就像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就肯定跟世界的踢法不一样。基本上来说哈，如果你讲市场经济哈，其实中国在2000年左右啊，就是说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基本上在加入世贸之前，基本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成型了，基本上成型，这是第一条啊。如果讲中国，但是啊，这么一个但是，虽然它市场经济的这个制度已经有，但是政府仍然严格的控制着市场规则和市场的参与，理解吗？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大体上2000年左右，中国市场经济的格局大体上形成，但是它还没有转型完成，它只是转了一半，还没往下转，继续要往下转。再往下转是什么？再往下转就把国企关掉，让市场主体全部都是由市场主体，国营企业不能够介入到市场当中来。当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国有企业要离开竞争性的市场。什么叫竞争性的市场？就是所有竞争的市场，它都不要参与，你就去退守在一些基础性的这个服务业就好，比如说水厂啊、电厂啊这些领域就好了啊，比如说这个输变电啊这些。但现在不是，现在全部都过来，所以我就讲，习近平是反改革啊。观点：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注定啊。OK。情况：上面给政策，下面盖园区招商，最后连领导都知道各种园区的楼是空的。是的，而且他们的那些套路，现在跟地方政府的套路很清楚，是上面要拿报告、拿项目，下面赶紧写个方案，全是大词儿，一些，然后就上去批下来开始招商，跟大家打招呼。那我现在要高端服务业啊，你这公司不是高端服务业是吧？你就注册一家公司，高端服务业，把注册地放到我这里就行，就可以了，搞定了。然后我就汇报的时候，注册资本是多少，有多少家高端服务业，有多少家金融服务业，就这多少家科技产业，其实里面是空的，但是数字上全有，这都是骗人的啊，其实没有用啊。情况：珠海和澳门发展不起来。早几年我回珠三角时，听说 CCP 认为和香港的交通不方便，要经虎门大桥太远，经常塞车，所以就建了港珠澳大桥。现在更在建深圳中山大桥、深中大桥，希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把中山、台山都带起来。深中通道，结果把中山的房价炒起来，跟交通有没有关系？跟交通没有关系。交通，你就算这样连起来，也不一定能够扩展的过去。你想一下嘛，你开车半个小时、1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我这个隔壁就是，你说为什么跑那去？你说啊，那边便宜，
但是你把交通费加起来，把这个时间成本加起来，还不好说呢。经济规律是什么啊？经济规律大家知道，我们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一条马路火不火？路北非常火，路南就是不火，只火路北，路南完全不火。那你就要看一下为什么路北火，路南不火？你说会不会我想办法建个天桥，路南也火了？不会的，仍然是路北火，路南不火。长三角啊，珠三角也是一样，珠三角这个东岸火，珠三角的东边火，西边不火。那你说要把西边也火起来，那东边得火成什么样，西边才能火？就是这么简单啊！你死活得把它弄火了，不断的建桥也火不起来，这就是经济规律啊。观点其实迁厂越南，不只是因为低人工，而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协定开始为越南提供了产业链所缺的拼图。而且清真是个大市场，目前很多日韩食品都在印尼生产，有些大品牌已经开始往外分散。印度、斯里兰卡主打中东，墨西哥、秘鲁主打南美，世界产业链已经开始到处开花。就像王先生说过的，资本家最看重的是政治风险，对于一个政府的信心倒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就像王先生说过的，多米诺骨牌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其实大家可以把时间再拉长的看，再拉长1到3年时间，那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噩梦。再过1到3年的时间，你为什么哈？现在的情形哈，现在情形，你现在看一下，越南现在的工资已经开始，越南的工资已经开始超过广西了，超过广西了，开始，嗯，我有个数据，我找一下，不能拍脑袋，不能拍脑袋。你们能找到吗？看一下，哎呀，当时应该翻出来，找不到了。这里有。从2016年，我念这数据给大家听。2016年到2021年6月，中国迁出的外资企业大概是多少呢？23774家。那么撤离外资的规模达到2.6万亿美元，损失的就业岗位将近1000万个，其中21520家落户在越南。所以你看，基本上90%都去了越南。越南获得的投资达到1.8万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个。短短5年之内，越南的人工涨了2.5倍，胡志明市等发达地区已经接近中国的水平。这就是越南的情况。所以你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趋势是什么？趋势是中国的产业链在外移。你想一下，原材料价格在涨，然后各种税费在涨，特别是什么？特别是社保费在涨，社保费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那些中小企业来说，社保在涨，税费在涨，然后就是各种成本在涨，人工成本在涨。其他的社会配套核心其实涨在哪里哈？大家以为仅仅是工资涨，不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工资会涨？你比如说当地的生活费在涨，生活成本在涨。那么我是一个工人，我在家里有老婆孩子，或者是我有小孩，我的父母在农村，我必须每个月要寄钱回农村。所以我在当地的生活费，把这生活费降到最低，我还能省出一部分钱来给农村的父母和孩子。
如果我省不出这笔钱来，我的工资就要求上升，如果上升不了，我就去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体的社会成本上升，你工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成本在上升，那他就要求工资上涨。如果你工资不上涨，他就不在这儿打工，因为他省不出钱来，他没有钱寄到农村去，那他情愿回农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令整个社会成本在上升；政府的低效率令税收跟税费在上升。你这两样东西全部都起来了，你企业怎么挣？你挣什么？今年的情况最特殊，你看明年就惨了。今年情况特殊在哪里？就是其他地方还在疫情，其他疫苗还没打完，等其他疫苗都打完了，疫情控制住了，全世界的产能都恢复了，今年全世界订单全跑中国来。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运费，原来1000块涨到2万块一个货柜，为什么？大量的订单往中国跑，跑到中国这工厂现在工厂的情况是什么？不敢接订单，为什么？不知道你订不订到货柜，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接订单也接不过来，为什么？因为那个订单如果你接呢，你人工成本一上升，它根本就是赔的。那你把工资控制低一点呢，你请不到工人。现在的工厂的遇到的问题就是两头挤，这头是人工的问题，工人的问题，这头是货柜的问题，你怎么接订单？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你等其他的地方，刚才讲的什么秘鲁啊这些东西，全部逐渐恢复，疫情慢慢控制住了，中国经济麻烦就大了。今年是主要靠外贸撑住。你看现在今天上午有网友问说是钢铁这个铁矿石的进口这个叫什么垂直下跌，为什么？需求没了啊。观点：20年前我曾经梦想深圳和香港合并，香港变大了，没想到现在是深圳变大了。OK， 深圳没变大，深圳还那么大，前海变大了。观点：制造业有望转型的只有珠三角，因为只有广东的制造业才是实打实有点创新的制造业。上海、北京是吃老本，要么都是重工业，要么就是垄断嘴炮。北京人看马列毛中特袭思想，上海看的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尼采、弗德林、弗里特曼，广东人看的是开发文档 SOP。其实江浙的制造业很厉害，江浙制造业很厉害的，长三角也很厉害啊。提问，请问这就和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福建平潭一样，只是地方政府拿政策。当初有幸参与到平潭自贸区建设中，那里的管委会就各种政策和大词上去，给台企各种优惠公司补贴，回乡补贴有多少，台湾人给多少奖励，导致很多当地人就是托个台湾人注册公司，只为了骗红利补贴，全部不在乎真正的经济发展，没有用，没有用，这全是骗人的。包括深圳，包括中国现在的所谓的产业政策都是骗人的，没有用。因为这些就是你要补贴是吧？那你就注册个公司，你说钻石加工，我就成立一家钻石加工的企业，然后跟领导通过关系，你就把补贴给我，再回扣一部分，大家分钱，是不是在做钻石加工的狗屁？根本没有。哈哈。新闻家提问：西非国家几内亚发生政变，中国企业在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投入了巨量资金，几内亚的兵变可能令这一战略投资面临风险。我觉得这对中国的资源策略会有很大影响。王老师觉得呢？西非这次政变对中国来说的确影响非常大啊。
原来是亲中的啊，现在政变肯定是翻过来，最后变成是什么样还不好说，现在没有结论，再看吧，这么快评估不了，因为你最后这个铁矿到底怎么样，还得谈嘛，做工作嘛，你也不知道他做不做点工作，万一他能做工作呢？情况我自己交社保，去年每月是1749元，今年一下涨到2121元，负担好重啊，是这样。大家知道社保的那个窟窿从哪里来？用什么去填？就是现在的企业和现在的职工去填。那你想一下，本来就很重，你还要去填窟窿，那就使劲涨呗。情况这些政策都是当地政府花钱请大学教授写的，大学领课题，然后带着一帮学生关门瞎写 PPT 和文字漂亮就好，哪管有什么可行性？非常对。情绪最近和老爸聊天，他说他的同学也提出了王老师那3点注意：不买房、不投资、不辞职，证明王老师的节目被越来越多的墙内人知道了啊！谢谢。明谢补充一句，一份报告10万到30万，那可以啊，这个啊，这可以啊，这价格可以啊。明谢 Austin 高，谢谢王老师好。最近刘鹤出来吹风，中共又颁布了很多政策，而灭霸的政策明显减少。您觉得这是不是因为经济太差，中共要暂时把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那是忽悠的。我上个节目讲过，上个节目我就批评的刘鹤这个自己打脸。2018年他就说过同样的话，你现在灭霸响指响了半年多下来2018年他同样的话讲过一遍，所以你能信他话吗？信他一个标点符号眼睛都会瞎，你信不信？新冠谢谢，小熊猫辛苦了，谢谢 TT 谢谢，唐伟谢谢，果喷仔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